算命先生的导盲棍不慎掉在路中间，男人好心捡起拿给了他，谁知下一秒先生一把握住男人手掌，一股不祥之兆直冲脑门。你今年金木相克，犯了大忌，恐怕大难难逃哦。要补救，除非有喜事相冲，不过这种事不可能啊。你今世福薄，没有儿子送终哦。真羡慕你在手机电量带9的时候刷到这部当年上映直接被干封禁的香港绝版冷门恐怖片《再生人》。这片子被无数老观众称为人偶恐怖片的天花板，邪门到啥程度呢？剧组拍的时候，那些木偶道具都要请专业人士保管，连碰都不能乱碰。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部1981年的童年阴影神作到底怎么个事儿。咱说这事儿得从1955年8月28号那天说起。香港一个小镇突然发了大洪水，一下子卷走了28个师生的性命。当地老百姓吓坏了，赶紧搭了个神功戏棚，准备演一出神功戏超度亡魂。啥叫神功戏？说白了就是演给鬼神看的戏，戏台子必须正对着庙门。早些年全是用木偶演的，可谁能想到啊，这场本来积德行善的法事，最后竟成了一场灭门惨案的开端。当天戏班演的是武松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正演到最精彩的地方，台上那个木偶艺人的右手突然跟抽了筋似的，抖得跟筛糠一样，根本控制不住。班主一看这不行啊，赶紧让他先回家歇着。就在这老爷们收拾东西往家走的时候，天上歘划过一颗大彗星。老辈人都知道彗星就是扫把星，这玩意儿一出现指定没好事儿。果不其然，这老爷们刚走到家门口，透过门缝往里一瞅，当时脑瓜子嗡的一声就炸了。只见他媳妇儿正跟一个陌生男人搁屋里整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男人气得一脚踹开门就冲了进去，抄起旁边的木偶就往那奸夫身上砸。可那奸夫年轻力壮，一把就把木偶夺了过去，反过来咣当一下直接给这老爷们开瓢了，男人当场就昏死过去。那奸夫一看闹出人命了，吓得裤子都没提好，撒腿就往外跑。而这一幕正好被赶过来的老太太看见了，这老太太不是别人，正是这男人的丈母娘。老太太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跑进屋里一看，当时差点没背过气去，自己的女婿趴在桌子上早就没气了，女儿也倒在地上，血流了一地。老太太赶紧把女儿送到医院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女儿也因为失血过多死了。万幸的是，女儿肚子里的孩子被医生剖了出来，可这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居然一点心跳都没有。就在医生都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这孩子的心跳竟然又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。所有人都夸这孩子命大，可谁能想到啊，这哪是命大啊，这是阎王爷不收，留着他来讨债的。一场横跨26年的血债这才刚拉开序幕。一转眼26年过去了，故事的男主大林闪亮登场。这小子是个从国外回来的顶级时装设计师，刚回香港就被发展局盯上了，邀请他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时装秀。大林这小子脑瓜子活泛，寻思着整点别人没玩过的，把老祖宗的木偶戏跟现代时装揉一块，那不得直接炸场啊。可他这个想法刚说出来，赞助商施老板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对，这些木偶都是死板板的，怎么可以用来宣传我的时装呢？我不赞成。就在俩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模特小徐推门走了进来。这小徐呢，其实正在跟大林处对象，可施老板一看见他，眼睛都直了，哈喇子都快淌到脚面了。当小徐说他特别喜欢木偶戏这个主题，觉得特别有创意的时候，这老登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立马改口：哎呀，小徐啊，你这想法太有创意了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就这么定了。会议结束后，这个老色批立马就凑到小徐身边，又是请吃饭又是送名牌包的，那殷勤劲儿就别提了。这小徐呢，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，没几天就被施老板拿下了。而大林对此还一无所知，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到处找合适的木偶。后来在朋友胖子的帮助下，大林终于打听到，在当年那个发洪水的小镇上，有一个老戏班，手里有一批祖传的古董木偶。于是大林就带着胖子和小徐开车直奔那个小镇。到了地方，胖子还特意提醒大林，这地方邪门的很，咱可得小心点。可大林常年在国外生活，根本不信这些牛鬼蛇神，大手一挥就往里闯。仨人刚进戏班后台，正准备找戏班的负责人阿汉，就看见阿汉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原来是羊癫疯犯了。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，过了好半天，阿汉才缓过劲儿来。原来阿汉从小身体就不好，羊癫疯是家常便饭。他奶奶为了让他能健康长大，特意把家搬到了寺庙里，天天吃斋念佛，求菩萨保佑。阿汉听说大林愿意出钱赞助戏班，当时就乐开了花。
现在谁还看木偶戏啊？他们戏班连吃饭都成问题，这不就是金主爸爸送上门了吗？二话不说，立马就带着他们回家找奶奶商量借木偶的事儿。到了阿汉家，大林才发现这哪是家啊，分明就是一座破庙。院子里杂草长得比人都高，屋里黑咕隆咚的，连个正经电灯都没有。阴风一吹，那味儿老上头了。阿汉的奶奶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可一听说他们是来借木偶的，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，说啥都不肯借。架不住阿汉在旁边一个劲儿的撒娇，再加上大林确实给了不少钱，老太太心想现在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，还讲啥禁忌？最后终于松了口，但她还是再三叮嘱，这些木偶跟了我们家几十年，有灵性，你们可千万别乱动，用完赶紧送回来。转头大林和小徐就跟着阿汉来到木偶房，推开门的一瞬间，一股霉味混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腥味，差点给俩人熏得背过气去。屋里漆黑一片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几十个木偶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，全都低着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，那场面别提多瘆人了。阿汉拿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，大林跟在后面仔细打量着这些木偶。就在他伸手想去拿最前面那个木偶的时候，动作幅度太大，不小心碰断了头顶的电线，只听咔嚓一声，一个木偶从墙上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大林的脑袋上。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个掉在地上的木偶居然对着小徐眨了一下眼睛。小徐当时魂儿都差点飞了，拉着大林就要走，可大林是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，根本不信这一套，说小徐是看花眼了，执意要把这些木偶带回片场。回到片场后，大林让阿汉给这些木偶重新上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大林这辈子连木偶都没摸过几回，可一拿起来那手法比阿汉这个祖传的都熟练，就好像上辈子就是干这个的一样，给他自己都整懵了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大林带着大家在工作室审片，正给小徐提意见呢，突然整个工作室直接黑了，一道电火花嗖的一下就干大林身上了，给这小子电得直挺挺的就栽地上了。与此同时，墙上的屏幕开始诡异的循环播放着木偶的照片，阿汉的羊癫疯也突然犯了，整个工作室顿时乱成一团。等大林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脑子里多了一堆奇怪的画面，一个男人被木偶砸中了脑袋，倒在血泊里，旁边还有一颗彗星划过天空。这些画面太真实了，真实的就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。大林越想越不对劲儿，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图书馆，翻遍了所有的旧报纸。终于他找到了一份26年前的报纸，上面报道了一起木偶艺人情杀案。当他看到报纸上那个木偶的照片时，当时脑瓜子嗡的一声，那木偶跟昨天砸他脑袋那个不能说有点像吧，那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大林赶紧把胖子叫过来，俩人一起去报社找到了当年那起案件的底片。回到工作室，他们把底片放在投影仪上放大了仔细看。就在这时，施老板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，可当他看到屏幕上那个木偶的照片时，脸歘的一下就白了。听到大林他们在讨论26年前的那起情杀案，施老板更是坐立不安，找了个借口拉着小徐就匆匆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施老板魂不守舍的，小徐问他怎么了，他脸色阴沉，啥也不说，就连开车都差点撞到路边的行人。这个施老板绝对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第二天，施老板就找到了一个古董商，说自己最近对古董木偶特别感兴趣，让古董商无论如何也要帮他搞一批来。古董商拍着胸脯保证说没问题。没过多久，古董商就找到了阿汉的奶奶，想出高价把那些木偶买下来。奶奶当场就翻脸了，不卖不卖不卖，多少钱我也不会卖的，我的木偶是祖传的，走了走了。大婶啊，那借给我们看看行不行啊？没得借，全借给别人了，去找别人借了。走了，不要啰嗦。这古董商一听，立马就动了歪心思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派了2个小偷偷偷摸摸溜进大林的工作室，把所有木偶都给卷跑了，就剩下那个凶案用的木偶孤零零的躺在地上，跟个冤魂似的。大林回到工作室一看，就觉得这件事太蹊跷了，立马就拿着那个木偶开车去找阿汉的奶奶。他把木偶和当年的报纸照片都拿给奶奶看，奶奶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他终于说出了隐藏了26年的秘密。原来啊，当年被打死的那个木偶艺人就是他的亲女婿，那个出轨的女人就是他的亲闺女。那天晚上他听见闺女尖叫，跑过去一看，女婿已经没气了，闺女手里攥着个木锤也倒在血泊里。警察来了一调查，就定了个女婿杀了闺女然后自杀。可老太太心里明镜似的，她明明看见一个陌生男的从屋里跑出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大林突然想起昨天施老板看到木偶照片时的反常反应，他心里咯噔一下。
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，难道说当年那个逃跑的陌生男人就是施老板？从奶奶家回来后，大林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，可就在他调试幻灯片的时候，电路又突然故障了。紧接着无数道闪电劈在大林身上，给这小子电的贴墙上都下不来了。这时候灯光一打，你猜咋的？大林脸上居然映出了木偶的妆容。大林眼前一黑，又晕过去了。咱就说这剧组是真抠啊，这么大的公司就不能花俩钱把电路好好修修吗？天天短路，电不死人，算便宜你们了。但这次的昏迷让大林看到了更多的画面，他清楚地看到当年那个奸夫用木偶砸在了他的头上。虽然他没看清那个男人的脸，但他记住了那个男人逃跑的背影。等大林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了。胖子、小徐、阿汉和奶奶还有施老板都守在他的床边。大林把自己看到的背影告诉了大家，奶奶一听立马就激动了。我也曾见过那个背影呢。话音刚落，施老板的脸都绿了，借口说去厕所，撒腿就往外跑。老太太一瞅他那背影，当时就认出来了，二话不说追了出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施老板慌不择路，开车跟疯了似的。前面一辆车为了躲他猛打方向盘，正好撞在老太太身上，当场就给撞飞了。阿婆，真的是你哦。等阿汉跑过去的时候，老太太早就没气了。施老板一看又闹出人命了，一脚油门踩到底溜了。奶奶的死让大林更加确定这个施老板就是当年的凶手。这天就在大林送小徐回家的路上，一根导盲棍不慎掉在了大林脚边，他赶紧拿给算命先生，结果先生一碰到他的手，当时脸色就变了。你今年金木相克，犯了大忌，恐怕大难难逃哦。要补救，除非有喜事相冲，不过这种事不可能啊！你今世福薄，没有儿子送终哦。大林当时就懵了，这话跟他之前算的一模一样。难道说这一切真的都是命中注定？为了搞清楚真相，大林拉着胖子又去了档案中心。就在他们查资料的时候，大林突然发现了一个能把人吓尿的秘密。大林、小徐还有阿汉，他们仨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而且他们的生日正好就是26年前那起情杀案发生的那天。大林当时后背就冒凉气了，这下全明白了，他就是当年那个被打死的木偶艺人转世，小徐是他那个出轨的媳妇儿转世，阿汉就是他们那个死里逃生的儿子。26年了，当年的凶手还逍遥法外，他们仨又凑一块儿了，这哪是巧合啊，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讨债局啊！第二天，大林和小徐去参加奶奶的葬礼。就在阿汉拿着纸人准备去烧的时候，邪门事儿又来了。奶奶的遗像咣当一声从墙上掉下来，紧接着阿汉手里的纸人无缘无故一下就着了，大火瞬间就把阿汉给吞了。等大伙手忙脚乱把火扑灭的时候，阿汉已经烧得不成人样了。大林看着阿汉的尸体彻底崩溃了。大林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一抬头，天上居然又出现了那颗扫把星。他赶紧翻出天文资料一查，当时冷汗就下来了。原来这颗彗星每隔26年就回归一次，上一次回归就是26年前凶案那天，下一次回归居然就是他时装秀举办的那天。而大林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早就跟施老板勾搭上了。想到这儿，大林这下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彗星回归之日就是他们了结前世恩怨之时，如果他不能阻止这一切，那么历史将会重演，他会再次被杀死。为了把真相彻底搞清楚，大林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找到了一个隐士的高人。高人也不墨迹，直接给他整了个玄光术，让他在一碗清水里看到了当年凶案的全过程。果不其然，当年那个奸夫就是施老板。知道了真相的大林决定就在时装秀当天和施老板做个了断。很快时装秀的日子到了，秀场里人山人海，小徐穿着漂亮的衣服跟木偶一起在台上扭来扭去，台下掌声雷动。可谁也不知道，一场血腥的复仇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小徐下场后屁颠屁颠地跑到后台，准备跟施老板庆祝。就在这时候，大林拿着那个木偶一脸杀气地冲了进来。我现在才知道他就是你的情夫。前世的记忆跟潮水似的涌进他的脑子里，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，大林气得浑身都在抖。大林大喊一声，抡起木偶就朝施老板砸去。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施老板一把就把木偶夺了过去，反过来咣当一下就砸在了大林的脑袋上。
石老板一看大林头破血流，当年杀人的画面瞬间就浮现在脑子里，吓得扔下木偶转身就跑。大林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站在旁边瑟瑟发抖的小徐，心里那股恨意啊都快溢出来了。他举着木偶一步步逼近小徐，小徐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。可就在大林要下手的时候，看着小徐那张脸，他还是心软了。他缓缓放下了手中的木偶。可谁能想到啊，就在这时候，小徐突然捡起地上的木偶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哐当一下就砸在了大林的脑袋上。大林不敢相信地看着小徐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慢慢倒在了地上。就在他临死前的最后一秒，前世的所有记忆终于全部回来了。原来当年施老板砸了他一下之后，他根本就没死，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最爱的媳妇儿。因为他怕他醒过来报复，拿起木偶又狠狠地补了一下。26年了，他一直以为施老板是凶手，没想到啊，真正杀死他的居然是他掏心掏肺对待的女人。故事的最后，施老板因为故意杀人被判了无期徒刑，把牢底坐穿。小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直接精神分裂了，最后也自杀了。一场横跨26年的因果报应终于画上了句号。其实这部电影最吓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那些会眨眼的木偶，而是人心啊，前世的背叛，今生的重演。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无论你转世多少次，欠下的债终究是要还的。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咱们这辈子做的每一件事，早晚都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啊，做人还是得善良点，多积点德，别等到报应来了，哭都来不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的电影就唠到这儿。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前世今生吗？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第一次去一个地方，却觉得好像以前来过一样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